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英伟达股价在2024年10月17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英伟达股价在10月16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133.98，收盘价是135.72，在盘中最高价是在136.62。最低价是在131.58。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5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又重新站上了5日均线值。量，当日的成交量是2.65亿股，较前一个交易日是大幅的量缩。但是我们也会关注到这个成交量较之前的成交量来说是有增量的。好，我们来看 KD 值。KD 值双线是继续下行，开口不变，但是这个快线呢向水平方向发生了转折。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下行的走势中，并且呢股价在盘中出现了大幅的反弹。MACD 双线是继续上行，开口不变，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短的绿柱。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在继续多头趋势。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10月16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下影线或者长下影线的小绿 K 线，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回档后的反弹中。当日的这根 K 线它是一个大幅的高开盘，然后开盘之后，股价即出现了回落。那下方呢，是在前一个交易日 K 线的收盘价，也就是这根 K 线实体的下沿遇到了支撑，当然也是在10日均线值这个地方遇到的支撑。然后股价在盘中是一路上行。那最后收盘价呢是收在了当日 K 线的中上部，那收盘价又重新站上了5日均线值，生成了一根锤子线，并且呢是带有大的成交量的。那生成这样一根反弹的锤子线，并带有大的成交量呢，说明这根 K 线它是一个上攻的信号。也就是说，日后股价如果能够站上它的最高，那么股价将会继续上行。那目前上方的压力位是这根红 K 的最高，是在138.57这个位置，这是股价上行的唯一的一个阻力位。那其实我们也会看到，在2个交易日生成的这个 K 线组合它叫母子怀抱。母子怀抱呢是变盘的 K 线组合，如果在高位它是变盘向下的，但是如果是在低位呢，它是变盘向上。而这个母子怀抱呢，恰好是处在股价回后再上涨的位置，也就是出现一个深度的回档之后然后出现了大幅的反弹，并且呢反弹收盘价不仅是站上了这个5日均线值，也就是重新站上了5日均线值，同时我们也会看到它也突破了这根红 K 的中线，也就是135这个位置，这是一个强压力。那么这样一来呢，并且呢当日的成交量是抱有大的成交量，所以我们判断说这根锤子线它是上攻的信号。但是如果股价继续上行，不能够站上这根红 K 的最高137.5，我们来看一下，对，138.57这个位置，如果不能够站上它，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很有可能会再继续出现反转向下的走势。好，当然呢，如果我们说出现一个补量上攻，那么很有可能在次日一根 K 线就会超过这个位置。但是如果是一个继续小幅的这样一个反弹，那么138.57将成为一个更大的一个压力。对，好。
所以这是我们对这个 K 线信息的解读。好，当然我们如果继续延伸，如果出现一根补量的红 K 能够站上这根补量的绿 K， 如果能够站上 138.57， 那么我们认为英伟达股价呢将会出现历史的新高，因为在这样的一个大幅的涨幅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个回档，并且是抱有大的成交量。一旦是站上这根红 K 的最高啊，叫换手成功啊，我们说将会继续有买盘跟进，股价一定会出现历史的新高的。好，这是我们基于 K 线信息和成交量做出的一个判断。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那首先呢，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10月16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继续或者说是出现反弹，收盘价会在 132.5 附近，是在这个位置。对。另外一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继续下行，收盘价会在130，还有一个点位是在128附近。对。那实际在10月16日收盘价是在135.72这个位置，股价出现了大幅的反弹。那么我们预测的反弹和实际发生反弹不仅相差的点位较大，性质也是完全不同的。仅仅是走势和方向相同，所谓走势相同呢，就是高开盘，然后呢在这根十日均线值还有这根红 K 实体的下沿遇到的支撑也仅仅是这样的一个走势判断相同，但是我们没有这个预测到股价会有这样一个大幅的反弹。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我们刚从 K 线信息解读说生成这根锤子线，它是一根上攻的 K 线，就是股价继续上攻的信号 K 线。那么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目前就是英伟达股价历史的最高141。在到达它之前，现在目前唯一的一个强压力就是138.57，是这根红 K 的最高。那么之前的这根绿 K， 也就是10月14日这根绿 K 最高139.6呢，它的压力的这个阻碍股价的程度呢，不如这根红 K 的最高。好，所以现在关键的位置是138.57。好，这是股价的上行。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我们先不做调整，我们依然这个认为是115。因为目前这根红 K 的最低还不成为一个目标，它是一个强支撑。对，好，那么在到达115之前，那也就是说这根红 K 的最低128.74是强支撑，只有跌破这个位置，股价才有可能进一步下行。否则呢，我们认为股价即使在这个位置继续出现回档呢，那么这个位置仍然可以支撑住股价，很有可能会在这个区域内进行横盘。如果128.74能够支撑住股价的话，股价会出现横盘的走势。好，那这是重要标志。当然还有下方的20日均线值。20日均线值呢，目前到达的位置应该是在126到127之间，是在这个区域。好，那么115如果被跌破呢，那我们会看到将会瓦解这一波多头的涨幅，也就是自9月6日以来的这个多头趋势。然后第二个目标就是113，然后是下方的101。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10月17日盘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之前我们给的观察位是前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是在131附近。那么股价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如果能够在它的上方运行会收高，在它的下方运行会收低。所以我们会看到在10月16日盘中恰好是这根观察线是成为了支撑，
所以股价收在了高位。那么到了10月17日，我们要给出的观察位是135.5这个位置。实际上呢，我们说就是前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附近。对，我们取的是相对的一个整数。好，好，我们在视讯之后，我们再移动这个水平线。那我们再重复一下，在10月17日，我们要关注的位置是135.5，是前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也是这根锤子线实体的上沿。那股价如果在接下来交易日能够在它的上方运行，实际上我们会看到它也会在5日均线之上方运行。那这样一来呢，我们认为会更加增强买盘的信息，就是多头的信心。那么会有更多的买盘进入，会推动股价继续上行。但是如果股价是低开盘，然后是在它的下方运行呢，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很有可能会出现反转向下，或者至少会出现横盘的一个走势。好，那这是我们关注135.5的利诱。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好，那么我们回顾一下，之前我们会有一个25%的多头仓位，我们在10月15日给出了停利的操作，也就是说股价跌破132之后，应该是叫停利出场。如果想要继续做多或者加仓，那么很可能是这个如果没有停利出场，那么这个仓位是会继续持有的。那么到了10月16日，我们给出的止损位是124，而实际对在这个位置，而实际目前的股价呢是收盘价是在135.72这个位置。那么股价是出现了大幅的反弹。那么这个仓位如果目前是继续持有的话，在这个位置要继续5%加仓，也就是加仓到30%。那么成本价呢将会到达128这个位置。对，好，那这10%的仓位呢，30%的仓位呢，我们的目标当然是继续加仓做多了。然后呢，我们要给出止损位。由于现在虽然是获利哈，就是说我们通常我们停利是守5日均线值的，所以现在股价是接近5日均线值，所以我们不给出停利的位置，我们给出这个仓位的止损的位置，我们是守20均线值，那么我们守126这个位置。好，这是对这个多头仓位的描述。那如果之前出场了，或者之前没有仓位的话，那么在10月16日这根 K 线的收盘价可以重新进场，或者说是初次建仓。好，那这是我们但是如果在这个位置就是重新进场，或者说是进场抢反弹呢，那么我们要给出的止损位是2个，一个是131这个位置，还有一个就是129这个位置，也就是守这2根 K 线的最低。好，这是我们指的在这根锤子线收盘价进场的仓位。好，这是我们说的多头。我们再来看空头。目前空头要守的位置就是这根红 K 的最高138.57，那么他们的目标就是这根红 K 的最低是128.74。所以我们会看到目前
对于英伟达股价来说，这根红 K 的最高和最低将会成为股价日后走势的重要标志。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10月17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请能否在屏幕下方按下点赞按钮，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谢谢大家。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前一日 K 线的最高，我们取整数 136.5。第二个压力位是 138.5 这个位置。第三个压力位是从 139.6 到上方的141，这是三个压力位。我们再来看下方，首先到来的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从134到136之间，是在这个区域。好，第二个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在133附近，在这个位置。第三个支撑是我们认为是在仍然是这根这个实体的下沿，也就是实际上也是这根锤子线的最低，是在131.60这个位置，这也是非常关键的位置。然后第四个支撑是129，是这根红 K 的最低。我们再来给出第五个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是从126到127之间。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10月17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股价会出现一个补量的上攻。如果是这样，它将是高开盘，我们也不排除是跳空的高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35。上方最高会到达140，对，在这个位置。然后收盘价会收在139附近。那么如果股价到达了142，那么我们认为收盘价会收在141附近。那出现这样的补量上攻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高开盘或者是跳空的高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35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补量上攻。那第二个可能呢，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下。如果是这样，它将是低开盘或者是很小幅的高开盘，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136。下方最低会回踩到130，在这个位置。收盘价会收在133附近，在这个位置。好，那出现这样横盘向下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136的，也就是不允许高于这个点。那满足了这个条件，这个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横盘向下。好，那以上呢是我们对英伟达股价在2024年10月17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